炙热的夏天，其他花卉都跑去偷懒，或者不肯生长，或者直接睡觉，唯有沙漠玫瑰还能在炎炎夏日开出娇艳花朵。如果你养的沙漠玫瑰还没有开花，或者黄叶落叶，又或者茎秆发软不死不活的话，那么它可能是生病了，我们需要给它吃点药，让它开花100朵。具体给它吃什么灵丹妙药呢？别着急，下面就详细介绍一下。大家好，我是花花，今天分享一下给沙漠玫瑰吃的灵药，以及沙漠玫瑰养护过程中最容易遇到的几个问题。要想养好沙漠玫瑰，拿到沙漠玫瑰后做的第一件事极其重要，你做对了吗？1. 刚收到沙漠玫瑰后的第一件事。沙漠玫瑰收到以后，比起任何其他的养护技巧，原盆原土养护才是最为重要的。因为沙漠玫瑰喜欢小花盆，所以一定不要着急换花盆，尤其是带着花苞的沙漠玫瑰，一旦换了花盆，99%的概率都会掉花苞，得不偿失。但有些人可能有些强迫症，就是想要先换盆，这个情况建议先等到秋天9月份再换。如果你觉得原来的花盆不好看的话，则可以找个比原盆大一点的花盆，直接带着原盆原土，原封不动地放到新花盆里是最好的办法。另外，刚收到的沙漠玫瑰先不用浇水，先把它放到散光通风的地方，缓苗2至3天，再给它浇透水，浇水后再缓个2至3天，再慢慢给它移动到光照好的地方。最后要说的就是，如果你的沙漠玫瑰是快递送过来的，那么有80%的可能会因为环境的突变造成黄叶、掉叶、掉苞、消苞的情况，这些都是正常的，先不要恐慌，等养护一段时间后，适应环境后就会恢复正常，当然也会重新长出花苞。现在正值夏季，说起夏季养沙漠玫瑰的话，要讲究5个狠，一起来看看到底是什么，看看你能不能下得去这个狠心。2. 夏季5狠。1. 配土狠一点，颗粒土过半。沙漠玫瑰原生于肯尼亚等沙漠周边地区，当地环境炎热而干燥，在常年生长的过程中，沙漠玫瑰进化出了粗大的块茎，以储存养分和水分。它的根系不发达，为肉质根，无法深扎入土壤底层，因此只能用较浅的花盆栽种。配土也要尽量模拟戈壁环境，土壤不需要太肥沃，但颗粒物的含量要超过50%。给沙漠玫瑰配土，可以按照1半营养土和1半颗粒土的比例混合。营养土可以直接买花市调好的营养土，或者用腐叶土加少量肥料代替。颗粒土可选择的有很多，只要是大颗粒的土壤均可，比如火山石、碎砖块、树皮块、珍珠岩等等。2. 光照狠一点，夏天也要狠狠晒。沙漠玫瑰开花最重要的一个条件就是光照充足，这也是我们很多花友家庭养殖的沙漠玫瑰不开花的根本原因。沙漠玫瑰的原产地虽然不是在沙漠，但是也是在沙漠附近的戈壁地区，这些地方遮挡物少，阳光非常充足，而我们在家庭养护的过程中，光照条件就要差上很多，所以沙漠玫瑰才会不开花，而想要让它开花，就把它放在室外，不管不顾，哪怕是最炎热的夏季，也不用遮阴挡阳，这样沙漠玫瑰就能一波接一波花开不断。这里有一条建议，沙漠玫瑰最适合的生长环境就是露天且光照充足的地方，但是在这里也要提醒大家，如果遇到长时间的连绵阴雨，我们也要注意及时清理花盆内的积水，或者把它移到避雨的地方。毕竟我们家庭养殖所用的花盆与戈壁地区在排水性方面是完全没有可比性的。3. 浇水狠一点，茎快发软再浇水。沙漠玫瑰的根系和茎干都是肉质的，里面储存了大量的水分，所以它是非常耐干旱的，浇水宁可干一点，也不能过多。太多的水分会引起根系腐烂，让植株出现黄叶落叶、枝干发软的表现。夏季如果实在拿捏不准什么时候浇水，可以在浇水之前用手摸一下沙漠玫瑰的肉茎，发现变软后再浇透水。4. 修剪狠一点，时常打顶。除了开花时可以赏花之外，沙漠玫瑰本身也是一种观叶植物，它的叶片不多，但颜色浓绿，并带有一种光泽感。株形也很奇特，粗壮的枝干，基部的主干还有个大肚子，古朴又有趣。
夏季的沙漠玫瑰生长速度很快，我们一定要及时打顶，枝条生长一段就要把顶芽掐去，消除顶端优势，植株会长得更加粗壮。5. 施肥狠一点，多用复合肥料。为了抓住夏天的生长期和花期，给沙漠玫瑰补充肥料必不可少。施肥要照顾到枝叶生长，又要照顾到开花消耗养分，因此推荐大家使用氮磷钾均衡型的肥料，比如复合肥、花多多1号、花卉营养液等等，或者也可以使用有机肥料，比如腐熟好的豆饼肥、果皮水、菜叶肥等等。固体肥料每月使用1至2次，或液体肥料每月使用2到3次。即便我们狠得下心，但也没办法避免沙漠玫瑰遇到茎秆发软的情况。茎秆发软的原因有很多，但最可怕的就是软腐病。下面我们来看看软腐病和普通的缺水有什么区别，软腐病又有什么对策呢？3. 软腐病防治。首先，我们先来了解一些软腐病的症状和病因。沙漠玫瑰一旦有软腐病，最开始的时候，花的颜色会呈现出变白，然后会随着时间慢慢的变成褐色，而且在湿润的环境下会腐烂并且发出臭味。在用水触碰的时候，上面还会有又黏又滑的液体。构成这种病的原因就是环境闷热、通风不良，然后浇水过多，造成盆底有大量的积水。下面看看怎么解决这种病吧。其实要解决软腐病还是很简单的，只需要用到一种药物，这个药物就是波尔多叶。为什么波尔多叶可以治疗软腐病呢？主要是因为沙漠玫瑰在得了软腐病的时候就是带酸性了，波尔多叶里面含有铜离子，在酸性的条件下，铜离子就会大量的释放，就会起到一个杀菌的作用。使用的方法也很简单，只需要在浇水的时候，在清水里面适量的波尔多叶就可以了。7天后就会发现沙漠玫瑰恢复正常了。但不可否认的是，即使及时救治，有时候茎秆也已经烂到没办法救活的情况。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切一刀，然后涂点药，让它继续白根呼呼冒，再次开满花。4. 切一刀烂根，涂点药。其实沙漠玫瑰出现烂根的情况，往往就是由于我们室内养护环境通风差，配土透气性差，浇水过多会出现淤积烂根，也是必然的。再一个，冬季温度低它不生长，我们在不生长的前提下浇水了，也会出现烂根的情况。所以我们养沙漠玫瑰，保证温度不低于15度的话，就能够正常的生长。配置土壤透气性好的话，就不会出现烂根，少浇水干透浇透，这样就不会出现问题。如果你养的沙漠玫瑰出现烂根的情况，我们应该怎么处理呢？首先将土壤全部去掉，检查根系，烂根全部剪掉，哪怕它的主干烂了，也要彻底的修剪干净。修剪干净以后，伤口要涂抹杀菌剂，多菌灵、草木灰，包括我们知道的紫药水、红药水都是可以的，都有一定杀菌的作用，都是能够起到防止继续溃烂的作用。这样涂抹好了以后，不要直接栽种，我们需要做的是把它放在一个散光通风好的地方去晾，晾最少1周，让它的伤口干了、愈合了再去栽种。栽种好以后，把它放到散光的地方去，保证通风，浇透水，浇水别忘了加点生根液进去。之后等到盆土干到一半时，再及时的给它浇透水，这样重新栽种的沙漠玫瑰就会快速的长出根系来。但是有一个前提条件，温度不能低于15度，才能够保证它快速的生根。这就是沙漠玫瑰烂根的原因和处理的方法。等到长势好了以后，逐渐放到光照最充足的地方去就可以了。即使上面介绍了这么多，但养沙漠玫瑰过程中最容易忽视的则是沙漠玫瑰的低温冻伤，所以有时候不是你养工不行，而是你忽略了温度的变化哦。5. 最容易犯的错误。沙漠玫瑰原生于沙漠周围地区，长期生长在炎热干燥的气候下，这让它养成了超级强的抗热能力，但同时耐寒能力就变得很差。沙漠玫瑰最多只能耐受10度的低温，一旦环境低于这个温度，它就会被冻伤。不仅是北方地区，南方地区如果在秋冬季没有做好保温工作，也一样会把沙漠玫瑰冻伤。被冻伤的沙漠玫瑰刚开始只是掉叶子，因为茎秆细胞都被冻死，接着就会出现枝条发软流枝。若继续把植株长时间放在低温环境中，接着根系就会被冻坏，整个植株就没救了。
所以秋冬季节10度之前，必须把沙漠玫瑰搬回温暖的室内养护。但秋冬季节也要记得要给沙漠玫瑰多晒太阳，充足的阳光有利于增加细胞活力，可以提升植株的抗冻能力。以上就是今天介绍的内容，希望帮助到你。喜欢本期内容，请点赞、关注并多多转发。感谢观看，我们下期再见。